约旦1946年在阿拉伯沙漠中建国，境内80%都是沙漠，可耕地面积不到5%，没有邻国令人称羡的石油，同时缺乏天然矿产，只有一片死海，贡献着钾盐和磷矿。最艰险的是，它处在一个回教世界与犹太教交接的国家，属于回教逊尼派的约旦，要同时和什叶派的邻国伊拉克、叙利亚维持友好，又要和军事武力都强的以色列和平共处。山谷间的小小君主，必须练就一身安内攘外的技巧，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And all the NGOs and the governments selected Jordan as a hub.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now they are here in Jordan, broadcasting from Jordan, because Jordan is safe. Even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refugees in Jordan, because they are searching for security, and they didn't go any place. They selected Jordan because Jordan is safe. Royal family, the Hashemite family, they rule Jordan since 1921. And during this period until now, they took Jordan to a next level in terms of, because they focused on the human element. 约旦的安全部队就有一个人过世，那约王甚至亲自去为他挖那个坟墓，都是表现得非常亲民，所以就是也是这样子，很多的那个约旦的百姓对这个约王或者是其他王室成员非常的那个拥护。人道、包容、亲民、和善，成了约旦王室的传统，约旦的文化。这也展现在这间马德巴小小的工作坊里。这是现任约旦王后拉尼亚成立的慈善团体，专门资助身体残疾的弱势妇女就业。She is perfect. Perfect, one word I said, for everything, for support and for meeting people and for the children's, for humanity, everything. Yes, she is perfect. Hello. 在安曼市中心这一栋5层楼公寓里，有一个隐藏版的叙利亚难民营。Hello. So this is a salon. It's a living room, right? 这是阿斯玛和巴拉2家人的住所，他们都是叙利亚难民，他们的丈夫也都死在叙利亚战火中，失去了重要的依靠。他们只好带着孩子逃到约旦，但阿斯玛患有癌症，难民营没有足够医疗设备，她只好求助慈善团体。这栋名为慈爱之家的公寓，收容了14个像阿斯玛一样失去老公的单亲难民家庭，提供宽敞的住所、食物和医疗照护。而阿布就是每个月来协助关怀的义工。We bring them the heaters and gas tank, blankets, food monthly. 而位在高级区的这一栋豪宅中，则是传来诊疗的声音。明明是放假日，但阿密德和好几位约旦医师却在这里忙碌看诊。因为就在隔壁房间，早就坐满了等待义诊看牙的叙利亚难民孩子。غطينا اللاجئين السوريين حتى قبل أسبوعين من الآن عملنا يوم تيما في الجمعية الخيرية الشركسية وكانوا برضه لاجئين سوريين شركس. 告别了医师，告别了阿斯玛和巴拉，我们开始对这个中东小国有了更深的体会。黄沙无垠的贫瘠土地，是昔日游牧的贝都因人部落，但现在附近都有学校等基础建设，而这些都来自哈山亲王所创立的哈什米慈善组织。
也许约旦最美的风景，不单单是伫立千年的古迹遗产，还有从王室到人民的处事风范。I'm not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ir grandchildren. And I'm 69 years old. It's because I look at my grandchildren and I say to myself, I can't stay in bed. I have to go to work. But building and thinking positively is, I hope, what we can offer the Jordanian people. I have no personal interest. I'm only interested in serving the goals of stabilizing our country. 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是圣经记载的耶稣受洗之地。越来越多出土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它的神圣。2015年成为联合国世界遗产，每年有10万名基督徒来朝圣。前教宗若望保禄2世和本笃16世都曾参访过。This site belongs to mankind. This is the site where bridges of love and peace is where we show, as a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that we live, Christians and Muslims here in Jordan, live in harmony together as one big family. 千年以来，立国之前，约旦就一直是各方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包容宗教，包容种族，包容文化。在战于密布的中东，约旦始终理性柔性地维持自己的祥和与稳定。这一块西元560年所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地图，坐落在约旦一间拜占庭东正教堂的地板上。2000年之前，古代人循着标示来朝圣；2000年之后，现代人敬仰着这块人类现存最古老的中东地图。或许，在这片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王者，不该是坐在坦克车里手持炸弹的军权霸主，而是始终心系人民，冒死也要呼唤和平的人。欢迎回到圣战下的玫瑰城，聚焦约旦。Petra 佩特拉是约旦最珍贵的国家宝藏，2000多年前建造，19世纪才被探险家发现，现在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好莱坞电影《圣战奇兵》和《变形金刚》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过。直到现在，考古学家仍然不断挖掘佩特拉所隐藏的秘密。但如今的中东战火，却让这个好不容易才出土的玫瑰城，光芒又暗淡下来。在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峡谷，传说中隐藏着一座宏伟的古城。1812年，瑞士探险家约翰娜·伯克乔装成阿拉伯的朝圣者，寻找传说中消失的城市。在当地部落贝都因人的引领下，他来到隐秘的入口，宽度最窄只有1公尺，却蜿蜒长达1.5公里的通道，被称为蛇道。蛇道的尽头将通往人类所建造最惊人也最神秘的地方，那是 Petra。塔兹宁神殿是佩特拉最细致宏伟的建筑，在阿拉伯语义是宝藏的意思，宽30公尺，高40公尺。这是一件古代精密的工程学杰作。因为你现在看到是2层楼，但事实上它有第3层，因为地震的关系，目前都埋在地底下。从发现到现在近200年来，考古学家一直拼命地想寻找这项工程背后的建筑巧思。أثرية
تم بناؤها من قبل الأنباط اللي هم عرب بدو عاشوا في هاي المنطقة، وتم بناء الخزنة القرن الأول قبل الميلاد。在沙漠岩石中凿石建成，背后的伟大工程师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西元前6世纪，纳巴泰人从阿拉伯半岛游牧到这里，之后建立王国，建都佩特拉。距今2000年前，王国最鼎盛时期，疆土还源及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佩特拉是古代欧亚非3大洲往来的交通要塞，更成了丝绸、香料、贸易商旅必经之地。城市人口一度达到2万人，繁华荣景不可一世。但时代推移，西元3世纪，海上贸易兴起，佩特拉开始没落。西元6世纪的几场大地震，更震坏了城市大部分的建筑。100年后，当阿拉伯军队占领时，佩特拉已经成了一座废弃的空城。直到19世纪，探险家发现，才让隐匿1000年的玫瑰古城重见天日。近200年来，每年高达50万的旅人循着蛇道一探这个传奇民族缔造的玫瑰城奇迹。但如今又因为一场战争，朝圣队伍荣景不再。2015, in the beginning, actually, the indicators was not promising. We thought that the decrease will reach 30 or 40%. IS 猖獗让中东地区不宁静，也重创了约旦的观光业，特别是在沙漠地区以旅游业为生的贝都因人，他们现在的生计都受到影响。沙漠古城因冷清更显荒凉，而城市闹区则犹如惊弓之鸟，戒备森严。2005年，埃曼3间饭店发生了连环爆炸案，造成56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后来被证实是伊拉克基地组织恐怖攻击。所以从此之后，约旦所有的饭店还有公共场合都设有像机场规格一样的安全检查。I was building refugee camps in 1967 for Palestinian refugees. Every 10 years we have a war in this reg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war is the human suffering, the demographic overspill. As Pope Francis has said, the world is at war. And this war takes the form of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ventions. Mujahideen became the Taliban became Al-Qaeda, Al-Qaeda became Nusra, Nusra became IS, and many, many more. So if you don't address the basic issue, which is how to stabilize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how to stabilize the Levant,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say to people, violence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The basic issue is human dignity. 令我震惊的事物曾留在东方风土，半面玫瑰红墙并存在时光长流里。这是英国诗人 Burgon 写下的赞叹诗句，也让 Petra 有了玫瑰城的别名。历经繁华衰落，看尽王朝更迭，如今的他只能再一次目睹人类的自相残杀。战火何时平息？只剩无辜人民的疑问在峡谷中回荡。欢迎回到圣战下的玫瑰城，聚焦约旦。自古以来，中东地区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界，种族复杂，宗教纠葛，政治又因为西方势力介入更加混乱。如今，一连串的恐怖攻击不再只是区域性，而是扩及全世界。身处台湾，我们或许对于中东局势复杂的程度难以想象，对于战争的恐怖无情也难有感受。但面对这个世代最严重的冲突、最大的难民潮，
我们只有试着了解源头始末，才能体会人类的悲伤痛苦，然后走出希望与和平的下一步。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舒梦兰，聚焦全世界，我们下次再会。